一走到最上面的时候，那时候背对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干就是哪个白痴？我想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早上你说刚对，开正中午上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干太可怕了。那个当下是我也不敢讲出来，然后心里就是心跳很快。我事后觉得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对眼吗？塑胶袋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个但事后事后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想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好奇？好了，太多了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我等一下还要骑车回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，又来到了我们1年1度的鬼月，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了2位来宾跟一个评审一起来拍这个主题。我是阿超 James 评审。然后今天这个主题呢，我们2位来宾要讲鬼故事，评审会选出一个最可怕的，会送他一个精美的奖品，然后输的话，你现在怎样？吃黑蒜，然后他就吃黑蒜，又吃黑蒜，你怎么会提这么可怕的东西？你有吃过吗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吃。那等一下就试试看咯。我们顺便来介绍一下我们评审的来历好了，他不是一个随便来的花瓶，我每次要搬家或是不舒服的地方，我就会拍照给他看，然后他就会来帮我就是解答。地方，脚趾外翻，这几秒跟你开玩笑，脚趾外翻本来就有了，就是我感应能力比较强。对，然后他也是陪着我经历过我前任的一个重要的朋友。比如说我今天讲的3个故事，全部都是以我在西门町的一间咖啡厅工作的故事。我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但在那个咖啡厅我看到5次，所以我严重怀疑那边根本就是一个传送点，每个东西都不一样。但就前前后在那边工作2年，就看了很多次。今天讲我刚第一次看到的，就那时候我刚进去，然后因为是新人只能站外场，那时候我们有规定说，我们上半是穿便服，然后我们只能穿黑白灰3种颜色的衣服。那一天我就站外场的时候，那时候突然想说啊，我要拿一样东西，但我就忘记其他同事的名字，因为才刚上班第1天，然后我不敢直接走进去。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边，我这样头往下看，然后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男生在那边好像在找东西，然后我想说哇，怎么办？我叫不出名字，我不好意思叫 A， 然后后来想说，不然我还是硬着头皮绕进去内场拿，就希望不要被骂这样。一绕到内场，把门打开，发现说，那个男生不见了，我以为他走到里面去了，然后就一路这样走，因为我们内场是一个 S 型，走到底拿完我的东西走出来之后，发现说我们今天上班的人根本没有人穿白色。每个人都是穿黑色。那你有记得他长什么样子？他是低着头，我只看到后面，但是他在整理东西。他好像蹲在那边拿东西。那家店现在还在吗？现在还在西门，但他换位置了。我在当兵有遇过2个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新训，我在金6节预习站夜哨，所以我们就轮流顺序排下去，然后站夜哨，然后刚好就是排到一个烂的班，1点到3点，其实是一个卡中间的班。我在站哨的时候，我其实蛮想上厕所，只是因为我不敢一个人去，因为太暗了。我就想说，那就把林兵叫起来，就是刚好换他要站夜哨，我就说，那你陪我去一下厕所。厕所因为只有开那个小夜灯，所以就是其实很暗。我们这2个默默的在上厕所，就突然听到后面洗拖把的水龙头比较大的那个缸，就听到那个水龙头在转，但是也没有水流出来。然后一开始我觉得听错，但是我就是还是好奇的转头看了一下，我就看着那个水龙头，然后我的林兵也跟我一起看着那个水龙头，它真的在动，然后但是就是没有流水。我们2个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就默默对看了一下，然后就上完厕所没洗手，我们就赶快走出去，然后走到站哨的地方，我就说你加油，然后我就赶快回去睡觉。看到他那边转就已经对，他就在那边转，而且是2个人同时一起看。我们2个人一起看到，重点是那个东西，那个水龙头就一直转，很快吗？还是慢慢？慢的，它是这样，所以很明显。之后有再遇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只站过那一次，就是大家轮完一次就没有再站。然后白天你有去确认过那个？我们要结训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洗那间厕所。2个都不太恐怖啦，可是我觉得金6节的故事会发生的事情会比较多。我觉得以声音剧情来讲的话，它的比较让人家会觉得会有恐惧感。我自己啦，如果真的在感应这件事情的话，反而是詹姆斯比较可怕。为什么？我也觉得。第一个是有看到东西，第2个是西门本来就是一个重大通道的事情。我去那个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不舒服。那边真的不要去。你们知道以前发生过事情吗？有啊，我在室内。你知道去年还有人在电梯施工的时候过世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就那个电梯掉下去，然后当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封起来啊，就在那个健身房旁边。就去年而已。对，去年而已。所以我觉得住在那里的人真的是很大胆。谁？也是你啊。
我今天3个故事都是同一个地方。第二个故事那时候已经是老鸟的时候，因为在那边工作2年嘛，我们咖啡厅有2、3楼，2楼是卖文创商品，3楼是咖啡厅，然后我是负责开店开咖啡厅，我就一个人这样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开店，我就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好像外场桌子也要擦或什么之类的，2楼的同事他刚好出去拿商品，所以整间店就只有我一个人。那我们铁门也是关一半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有一堆很奇怪的客人，就是你明明铁门关一半，灯也没开，但他们就是要进来。那每次这种人，我们就都会翻白眼，然后当然是要笑笑跟他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哦。因为我们的楼梯是木头楼梯，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其实会很明显就听到扣。那时候我可以很确定的是，我2楼同事刚出去，他一出去没多久之后，我就是拖地啊，就突然听到又有人用很慢的速度这样扣。一走到最上面的时候，那时候背对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干又是哪个白痴，内心是这样想的。是背对的，因为我在拖地啊。哦，你说你是在背对的、对，然后后来他就上来，他已经走到最上面，我听得到他已经走到最上面，然后停住了，他也没动了。正准备转过去，然后他刚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开始营业哦。我一转过去的时候，我的表情是这样，然后我就要走进内场，因为站在楼梯口的那一个人是脸糊掉的女生。早上你说刚对，正中午上，正是因为我原本是这样，我准备要翻白眼，一转过去的时候，我想不对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我就走到内场，因为他堵在那边，我也跑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内场没有其他人，就我一个人开店。终于走到内场的时候，我还看到他还是在那边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然后我就把他打电话 call 另外一个同事说，你今天几点的班啊？我说今天早上备料好忙哦，你可不可以提早来上班啊？拜托你来，求你。然后我就一直躲在内场不敢出去。那你原本楼下那个同事呢？他后来回来之后，他也负责开2楼的那一层，他不会上来。对，我是打电话叫另外一个3楼的同事，叫他提早来上班。我是到那个同事来，我才走出外场。你没有叫2楼那个上来救你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后来还继续做？就继续做。你都看到糊掉的女生，你还继续做，你太偏门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这蛮可怕。就那时候就很愁，那时候是真的很害怕。然后我这个都没有跟任何人讲。我跟你讲，当下真的不可以说，因为这跟我第3个故事就有关系了。我还给我埋伏笔。在当兵的时候发生，是我下部队之后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要迁宿舍，都在搬东西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要赶着下基地之前要把宿舍搬完，所以到晚上我们都还是会再搬一些东西这样。那时候我们就是最后一轮东西都要收去仓库，仓库是在一个蛮偏僻的地方，就是会经过一个停车场，我们2个人就是搬着一个很大片的镜子，很重的那种木板这样子，经过那个停车场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因为前面是有一个班长，他先开仓库门嘛，在等我们这样搬一搬，就经过那个停车场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路灯，只有围墙外军营以外的地方有路灯，我们就只能靠那个微小的路灯看到稍微一点路，但是我们知道路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就直着走，旁边就是停摩托车。然后呢，快要到仓库之前呢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就蹲在地上抽烟，经过的时候，因为他就离那个门很近，然后我们就对着抽烟的人说，班长好，这样，班长就从仓库那边探头出来说，哦，你们来了，进来这边。然后我们当下也想说，是有人蹲在那边抽烟的，应该是别人，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们就进去放了东西之后，仓库里面就是聊了一下天，直到我们就是回到宿舍之后，我就问了另一个领兵，又突然想到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人是我们营上的人嘛，这样。然后因为其实我们都是穿今天汗衫，对，同袍就跟我回说，可是他穿超客服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换数位迷彩，他是大迷彩，旧的那种旧迷彩，他是大迷彩。他说，可是他穿超客服就是我们那时间点不会有人穿运动服，而且我们又是独立，我们又是独立一个连在那边，然后我们2个就思考一下说，那我们刚才看到到底是什么？他就说，我觉得我们先睡觉好了，明天早上再说。这也是不止一个人看到，对，这是我们2个同事看到。那 Vincent 感应怎么样？第2个我反而觉得他的会比较，可是他的脸模糊，其实有点有问题。如果你们当下有那个记忆点，可能你们会有冲到或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还好你们没有回想起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对，我当下们是事后才突然会有一点那种记忆错乱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一进去就突然间，好像刚才没有看到人，但是因为通常就是你会一个下意识就是想问说，刚才外面那是谁？对，但是一进去就是完全忘记这件事情。因为正常你们如果真的遇到状况好了，它通常会2个事情，一个就是你回应了就表示你也知道他是谁，看得到他，或者但所以那个班长探出头来的时间点刚好，对，还好。然后如果第2个就是你得罪到他，他可能有事情要，知道你知道看得到他，可能会有事情要跟你说，拜托你之类的。对，那这个是比较轻的。
比较难、比较可怕一点的是，他知道你看得到他，所以他想要附在你身上的也有，就是我以前也有经历过。然后要不然就是他有事情要跟你说，千万就是不要去看这种东西。还是咖啡厅的故事。刚刚前面有讲到，如果有看到的话，要假装没看到，或者就是当下都不要说，不要讲，这个是真的。因为其实我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，对，所以我前面几次看到，我就是至少放在心中，隔1个礼拜我才会说。接下来这件事情呢，我跟你讲，这是逼不得已才会发生的。我们在内场忙，人很多，然后忙得要死，然后好不容易忙到一个段落，大概下午尖峰时段，我们是下午茶嘛，你刚好忙完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啊好累啊，在那边聊天。我们内场那时候大概有4、5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围这样1个小时在那边聊天，聊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就突然看到地上，因为你是木头地板，我们那个木头地板有一个破洞，然后就在那时候，我就突然看到木头地板开始冒烟，但那个烟冒得很慢，这样慢慢的往上绕。因为大家都还在聊天，我就看了那个烟，心想说什么意思？正常烟到天花板会散开，掉这样，它穿过去了，而且还在冒烟。我这样看地板，然后看天花板，然后又看大家还是正常在聊天，我心想说，所以没人发现，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样。我们就是绕一个圈在聊天，然后他就刚好在我们正中央，他们都没发现。然后我想说，不会是只有我看到吧？然后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其实已经有跟其他同事说，我自己看那个脸糊的女生跟那个男生的事，我是他们有知道这件事，有留意这样子。然后那一天我就突然看到那个烟，然后我心里想说，惨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当时就想说，好，不要讲嘛。然后我就跟里面讲说，我今天想站外场。这种时候就一定有鬼，因为我们老屁股都不想站外场，外场都是给新人站。突然主动说要去外场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说，为什么？这样内场少一个人呢？然后那时候然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很怕鬼的女生，她就突然联想到我之前的故事，她想说。你看到什么？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啊，我只是突然想站外场，我想看菜，我想看客人，想看帅哥这样。然后后来那女生就崩溃了，就尖叫说：“我今天要站外场！”就冲出来。对，然后内场就瞬间剩2个人，然后我们讲说你们不要闹，你们这样子内场就不够人，然后新人又不可能进内场，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会。后来他们说就是你还是要进来，我说我不要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这样到底怎么办？然后那女生就已经快哭，然后她就问我说：“你到底看到什么？你到底看什么？”然后我想说这种东西就不能讲，然后我想说你到底要怎么办？然后后来他们就一直逼问我，后来我就看那个烟已经不见了，然后我才跟他讲说：“哦，好，我就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烟一直往上，在我们正中央一直往上冒。那我是说为什么这种东西不能当下讲？因为其实我本来就知道，但是我以为他已经走了，所以我才想说好吧，这是为了上班可以顺利，因为其他同事已经有点怕了。就在短短10分钟内，我开始全身瘫软。冒冷汗无力，我整个瘫在椅子上，动都没办法动。然后我店长傻眼，他讲说你还好吗？然后我讲说我现在好想吐，我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因为我原本是闭店班要到闭店，然后那时候才不到6点，我就想说不然你下班好了。高中的时候发生的，我是更早之前。对，我高中这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是，它不是人样。我们那时候是高2的时候，戏剧社要公演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那种学校的大礼堂准备东西，因为最后一天嘛，所以我们排练到比较晚，大概晚上已经9点快10点，我们在收东西，大家陆续又把东西收下去。礼堂的舞台旁边2个门，那一个门是有楼梯的，所以可以下到地下室。下到地下室是一个乒乓球室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把东西堆在楼梯间，然后跟走下去楼梯间会有一个平台，然后我们就塞东西。那时候我是收完整个礼堂都已经熄灯了，因为通常学校是会断电，然后呢，你要进去楼梯间呢，就只能靠楼梯间的那个逃生指示灯。走进去先一排的都是那个可以动的布告栏，然后我就这样走到楼梯要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有人在看我，就觉得蛮不舒服的，就往后看一下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布告栏中间就是有一坨黑黑的，很像头。当下有点吓到，但是又好奇，就是又仔细看了一下，我说哦，应该是塑胶袋，就是黑色塑胶袋被塞在中间，有可能放道具的那种，对，可能是有人乱塞，就是一个头的形状，就是一个。然后我又再看了一下，对啊，塑胶袋，然后我就走下去。走下去的时候，看到楼梯旁边有个背，然后我就想，干也太可怕了吧！然后心里想说，有人下来过吗？然后我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，他突然转头，然后我就干吓死，是学妹，她一个人在那边整理东西，我就跟她讲说，你怎么不拿个手电筒之类的？因为她在整理东西，就是很暗。她说，我看得到啊。我就说，哦，好。然后呢，我就把东西丢给他之后，我就赶快快步就是走上来。但走上来的时候，就会直接看到那个布告栏。我想说，刚刚那个黑色塑料袋不见了，我刚才应该是有看到啊，而且我还看得蛮仔细，确认对，就一走出来，好想吓你而已。我就走出来之后呢，我就想说啊，我要快点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礼堂很远嘛。然后我就走到中间有走到的地方，就走，旁边是窗户。那时候因为蛮晚的，所以那窗户都是橘橘的那种路灯照的那种。
投影。我就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个瘦瘦长长，有那种塑胶光泽。黑色的，就一直跑，就是跑得很快，对，很像 Enderman。他就这样跑到那个冷气那种例行冷气的角落，然后因为那边是礼堂的后面嘛，他就跑到那个看不到的地方，因为旁边原本有窗户嘛，窗户有一些光。但这样跑过去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的看到那个余光，就这样跑到那个角落暗处的时候，又看到一个背影，就是一个背影就消失在那个黑暗处。我就想了大概10秒钟，然后我就一鼓作气狂奔的，赶快把门打开，冲出去找其他的同学。我就心里想说，干太可怕了。那个当下是我也不敢讲出来，然后心里就是心跳很快。一回家，我马上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。就是晚上快12点的时候，赶快去收金到公所。就是所有的东西啊，不一定都是会用人的形体呈现，可能是因为什么冤屈，所以怎么样的，所以它可能是有带怨念，所以才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形状。我事后觉得最害怕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那个当下就是太好奇了，我就看着那个头看了很久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怎么有人在看我的感觉，然后回头就觉得哦，塑胶袋，然后又再仔细看一下，那可以对眼吗？塑胶袋，我不知道啊，那个但事后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想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好奇，一直去盯那个东西，就感觉很像它就是不小心包成那样子，然后塞在那边，这个是分尸案。Vincent， 你觉得今天故事哪个让你比较有印象？学校内最惊悚，我们还对看，对，就是每一个东西它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所以它就一直停留在那边。往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，它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循环里面，一直都没有办法离开。它会不会显现在这里到你身上，有可能是踏到了它在经历的那个过程的时空点。就像平行时空那个样子，你刚好接近到它在发生的那个过程，它也不是说它要对你怎么样，就是刚好不小心看到。对，或者是当他已经发现说，哦，你在那个时空里面跟他有对到的时候，可能会拜托你是一些事情不确定，这个平行时空的东西很难会遇到。老实说，通常我们都是只有闻到、听到片段的那种感觉，可是你是经历了全部的过程，他就是看到他完整的过程。比方说，哦，他的东西有头就在那边，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子突然又匆跑走这样，然后通常都只看到一部分这样子，所以如果整个串联起来的话，会很惊悚。那你可以解释一下那个过程。如果你还原那个部分，它可能是一个案发现场，你看到的地方是他被气。就是你第一个看到头的部分，好，我就讲白一点好了，你可能看到头的部分是他弃尸的第一个地点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学校是没有发生过事情的对，学校，不一定，他不一定是在学校的时候，你懂吗？可能这间学校还没有盖之前，他可能就放。我学校是。我那时候念的时候才建第16届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凶手可能在做这一件事情的过程，所以你会看到就在走、在跑，或者是这个地方他的身体正在移动。跑了太多了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我等一下还要骑车回家。对，所以我才说你回去拜拜是对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投票吗？好。可是我应该就是他会选谁啦？对，我觉得我应该会选。对，因为我叙述的最长的应该就是。好，你直接吃黑蒜。好，吃一下。这里就有礼物嘞。它味道好重哦。我觉得稍微让环境净化一下，黑蒜应该好像可以净化一些吧？好像没有道理。肠胃吗？可能是你身上恶灵吧。它很像蟑螂的翅膀。谢谢，反正你要吃的不是我们要吃的。怎么样？我是没吃过，感觉就还好。你要吃吗？我不要。谢谢你今天，还真的有，真的有，这是你业配的吗？不是，请那个干爹解锁。谢谢你们来上我节目，谢谢。好，今天这集真的是有毛骨悚然到，很多好奇的故事我都会这边整个是冲上来。好，喜欢你们就把下方收看，到这边左上角有他们的 IG 可以追踪他们，拜拜，拜拜。这集好累哦，我们拍1小时，太多了，至少有1个小时左右，应该可以剪很多了。